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我依然在建设村啊。很多朋友看上了上面的那个四合院的房子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里这一户也非常不错，它整个环境也很好，然后门口呢也有很大一个平坝，然后房子呢看去也是比较复古，也是比较让人舒服的。它这个地方呢，进门这里呢都拦了竹子啊，因为没有人回来嘛。那边上有一条水沟，那四合院的房子呢就在上面那个山脚的位置啊。那这个房子呢离它的那个四合院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那我们看这个房子呢，整个造型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柱头呢有8、9颗的一个柱头，它属于那种大户型的房子啊。那门前呢有这么大一块平坝，公路呢大家知道哈，就在这个房子的下面，这个破房子的门前呢就是公路，所以非常非常方便。然后这个房子已经应该是很久没有人居住了，这个平坝这里都长得全部是杂草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正面，因为没有人居住嘛，整个房子看去已经显得比较旧了。但是我注意看了一下，它这个房子应该是装修的材料什么都比较好啊，看去反而是有一种那种复古美的那种感觉。看看，那这个整个房子门前呢还是弄得比较干净的。那这里写有几个字啊，另有安全住房。那可能这家人呢已经是在城里面买房子了。他这个房子看去真的是让人比较舒服啊，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看这个详细地址，建设村三岔河组，这个不用我说，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哈，看我视频了。那看看这个楼的上半部分全部是用这个竹子来编织的，看到没有？那我们这边呢很多木房子都是这种方式的啊。这边呢是一个大门，这也都是用木质的，都是用竹子来编制的。那我们看看它整个房子正面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一家房子呢已经非常破了，如果你看得上呢，其实可以2家房子一块全部租下来，然后下面可以进行改造啊。这里面呢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回来这个地方了，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是没有人居住的一个状态，包括对面那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。那如果说你看得上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可以过来找这个主人家协商一下。这边呢是猪牛圈啊，也是可以喂猪喂牛的。但我看它这个还蛮大的啊，里面呢是喂猪的一个猪圈。非常大气啊，整个房子是非常大气。它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古墓，哇！来龙地结成，这个房子边上还有一个古墓，这个古墓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，而且看这个模样的话，应该是达官贵族啊，或者说是以前的地主啊等等之类的吧。坟墓修的比较大，而且也比较古老。看这些石头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下面的那个石头都是那种水晶石来进行修建的。大家可以感受得到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风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那这个可能应该是这户人家的祖先，还是说别人以前葬这儿，咱也不知道哈。这个，但是它不是靠着房子的，因为有这个猪圈、牛圈隔开。这边呢堆了好多柴，这里有这个是小磨啊，就是磨豆腐啊，磨这种细粮的。那么这边这儿还有一个大的这个磨，这个呢是一般都是用来磨那个粗粮之类的，工具还挺多的。这房子真的是很漂亮，它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房屋的这个颜色看去像是做旧的一样。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本色啊，很漂亮。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颜色的这种房子，看起来就是那种古香古色的啊，非常漂亮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呢？丢在这里没有人居住，确实还蛮可惜的。整个这个院坝都长了这么多的一个青草，
这个房子呢，整个看去古色古香的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这个详细地址呢，大家也知道哈，在汇川区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，很详细啊。进来这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，因为整个这个一个小组啊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状态，空的房子非常多，包括那个四合院也在这个房子的上面哈。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个环境的话，其实可以来这里选择一下，因为空的房子比较多，随便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这个房子呢，确实是非常漂亮，这个整个环境也很好，交通也方便，这个水源也是充足的，然后周边呢都是大山哈，云雾缭绕的这种感觉哈，就像仿佛就在人间仙境一样的感觉。如果喜欢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啊，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可以过来这边参观，就当到乡村来旅游一样的来看一看这些古建筑啊。如果说让你一个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边，边上呢还有一个古墓，你敢不敢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。好，这一期视频呢咱们就拍到这里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